然后我今天通过复盘，可以毫无疑问的跟大家讲啊，本周的这个金股，这个MS 啊，MS 是摩根士丹利啊，它是本周当之无愧的这个金股啊，当之无愧的金股啊。我们首先确定啊，本周的第一个金股是摩根士丹利啊，第一个金股是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的话是3300亿啊，高盛的话我看一下啊，反正这几个呢是美股比较出名的投行股啊。高盛是3100亿，那摩根士丹利还大一点啊，但是现在呢，花旗已经出现了下跌的这种迹象，而且已经提前跌了，这感觉就跟我以前做这个 USO 很像，大家发现没有？当时我做 USO 的时候，当时锚定的是那个埃克森美孚，然后呢，其他还有另外几个油气股票啊，比如说像呃像道达尔，对吧？还有法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还有反正那几个石油股票啊，有些都已经开始在跌了啊，所以后面我才那么有信心，我觉得 USO 啊，包括埃克森美孚要跌啊，油气板块也是有比较多的大市值的公司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去选它作为金股的逻辑，除了我们从技术面分析这个标的符合之外，我们也从它的整个板块啊，整个行业的走势去做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梳理啊。所以说我们已经定下来了，金股就是这个本周金股啊，就是摩根士丹利，就逻辑也跟大家刚刚讲了，是一个是它的顶部结构啊，本周它的顶部结构得分是多少呢？日线的话得分得1分，对吧？周线的话是可以得，我觉得是可以得1.5分的啊，2分是不能说，但是可以得1.5分周线，这里面就得了2.5分了。然后这个月线的话也可以得0.5分，它这个做空的话，就是它的技术形态做空是可以得3分的。然后呢，它的整个板块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自涨做头的一个走势，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又是加分项。所以说，综合其他的标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本周的这个金股啊，这个股票池上周不是已经选出来了吗？是这9个嘛。5个逢高逢低做多的，4个逢低做多的，5个逢高做空的啊，这几个。那个摩根士丹利，因为我们是要逢高做空它的啊，所以说去看一下它的策略呢，可以加上哪些啊？我们先看一下，因为金股策略的话，如果是本周只有一个金股，那我肯定是会要去加仓的。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士丹利啊，这个先看一下这个标的它的这个未完成的只有摩根士丹利啊，买方我挂了2张，但是都没有成交，就是那个 put 啊，它最低是17块，我挂了16.5块和15.5块，我就不测了啊，不测了。然后这个我看一下我们的仓位，因为仓位的话一定要控制一下，46，那可以继续加上摩根士丹利的这个加上摩根士丹利的这个熊市价差啊，熊市价差我是要去加仓的。它的熊市价差加仓应该问题，但是这个好像没有成交啊，这个没有成交，哎，有成交35张25张了，这个是3.8 7张，这个也直接去成交一下啊，居然是金股策略，那不可能金股不敢加仓，然后反倒非金股策略可以加仓啊，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要知行合一的，等它成交了我再去做买方啊，那卖方成交了啊。OK，那这个策略就也做成了啊。目前的整个盈亏，今天亏了709，整个盈亏是亏了175啊。今天加仓了10对啊，加仓了10对，
大家呢，你不用一次性要说加仓10对，你可以一次性加仓一对啊。所以这样因为 Great 老师是根据仓位来的，大家发现没有？而且我的账户的这个初始资金就会比大家多一些哈。那我们就分析这个盘面啊，分析盘面，从第一个开始分析啊，摩根士丹利本周的金股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行业啊，行业简况是资本市场啊，我们去看一下资本市场，它在7月31日要筹权除息，所以说我们尽量在7月31日的时候，如果到时候有盈利的话，就落袋为安啊。7月31日之前，我们来找一下跟它类似的这些个股啊，应该能找得到的。美股这一块的比较好啊，就是一下子能找到它所有对应的这些公司啊，评论、资讯、分析，我们来看一下啊，美银证券、诚兴银，这个巴赫莱银行。公司估值的话，现在动态市盈率是 16.77 啊。16.77 的话，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吧。哦，也算是一个高估区，好像是一个高估区啊，超过历史81%。怎么去找这个美股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板块啊？我觉得要用国内的这个啊，摩根士丹利这个，然后这样子去找。金融服务啊，金融服务我们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总市值，市值第一的就是那个摩根士丹利啊，第二的是高盛，高盛今天涨了1%啊，高盛，美国运通，然后嘉信理财，嘉信理财目前这个位置啊有点，嘉信理财我们在之前找到过的这个标的，之前在这一周啊我找到了，这一周如果逢高去做空的话，有一定的收益，但收益不是特别高啊，因为什么呢？你要经历很多周才到这个84附近，但现在这个地方有点形成，然后瑞银呢今天又跌了1%啊，贝莱德跌了，银透证券现在这个地方也有点顶部的意思，虽然涨了2%。第一资本金融，反正大部分有很多的，尤其是这些市值排名靠前的啊，市值排名靠前的，就是有点顶部的意思，啊。然后这个摩根士丹利，大家今天跟上了没有？你看，格雷老师说过知行合一，我认为它是属于顶部结构，然后再分析它的整个指数，就整个行业都是有点顶部结构的，我绝对要加仓它啊！我是不会管它，盘中还会涨到多高的，我只要我的仓位能够容许，我就会加仓。如果仓位不允许，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仓位60%了，那可能摩根士丹利今天我就不加仓了啊，因为我要保证我的整个账户可控。然后包括谷歌 A 它今天不是在涨吗？大家可能觉得，格雷特老师为什么谷歌 A 在涨，他还要去做这个策略？我刚刚应该是在353左右的时候去做的，对不对？因为它也符合我的逢高做空的逻辑，然后我的持仓位啊，主要是仓位给了我信心，仓位现在才49%啊，所以格雷特老师每一天就是每一节直播课实战班的直播课跟大家讲。我们的这个切勿重仓啊，这个是我的可以说是生存，在期权这个行业啊，生存这么久的这个那个秘诀绝招之一啊，绝招之一。当然说到很多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今天比如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股，
很多的策略怎么样去做，对吧？这个也是我平时要做的。然后7月20日的盘前计划啊，盘前计划，我觉得排第一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呢，这个买方大家看一下，你看，说明这个标的它的买方也不太适合，到现在才成交一张，是不是？说明它的成交量有问题。所以买方是很多的标的都不太适合的，但是卖方是很多标的都适合的，尤其是价差策略啊。你看为什么我今天对买摩根士丹利，我敢直接毫不犹豫的去加仓，对吧？这一笔收益应该大家都能跟得上啊，这一笔收益。摩根士丹利，我们的持仓我看一下我们的持仓现在什么情况啊？摩根士丹利我可能要收网了哦，那个。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摩根士丹利到了我们的止盈价格啊，我可能要收网了。然后收网的话，我会做一个更激进的策略啊，给大家都展示一下。先把摩根士丹利找出来，摩根士丹利已经赚了5600了啊，5600。那这个卖方啊，这个熊市价差已经只有那个。赚了4000块钱了，对吧？赚了4000块钱。那4000块钱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去平掉一半啊，平掉一半，平掉一半哈。这平掉一半，这是摩根士丹利啊。我们要说到做到，为什么要这样子？第一个，它到了我们的止盈价；第二个，我们想用它去做一个潜在收益更大的策略啊，潜在收益更大的策略。潜在收益更大的策略啊，这是摩根士丹利。然后我们这个买方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买方的成本价已经比较低了，是7.88啊，所以说继续留着。但是我们那个卖方赚了4000块钱，这个4000块钱我们要把它运用起来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它会不会到时候又变成我们的再亏啊？我发现这个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风险，几乎没有风险的话。我们是减仓了一半哈，减仓了一半的话，那我们直接拿这个4000块钱的收益去买它的这个空单啊，去买它的空单，这个4000块钱的收益啊，去买它，哪个月的呢？这里有8月21日的、8月7日的，然后它的成交量也不是很大。8月7号的，我们去看一下啊，这个 put 它的成交量如何？有没有成交量超过100张的啊？如果有超过100张的，我们就要下手；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只能没办法了，只能放过了啊。这个8月21日的这个成交量还有一些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是个虚值的，虚值的我不是很喜欢去买它啊。虚值的我不是很喜欢去买它。然后看一下8月28日的，8月28日的这个成交量一般啊。9月4日的这个230的，其实我非常想要去买它啊，230的。哎，这个合约好像成交量很大呀，9月18日的这个我打算去买一点啊，这个打算去买一点，因为我们不是赚了4000块钱吗？我们拿4000块钱的那个1/2啊，那就去买3张啊，买3张7.76，直接买3张啊。我还留了一半的利润哦，大家可以看到我还留了一半的利润啊，对吧？我又没有全部用这个策略去做啊。然后这个策略呢，明确的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这个止盈的话，可能就会放的比较宽了啊。比如说这个我就会卖个10块钱卖一张，10块钱卖一张，然后12块钱卖一张
因为这个流动性很好啊，流动性很好是非常加分的一个项啊，非常加分的一项。OK， 这个是我对这个摩根士丹利的操作啊，摩根士丹利，给我们的这个实战班的学员截图一下啊。我们实战班的学员因为持有不少的摩根士丹利，现在我们等于是已经收网了啊，收网了。